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sther。我partner正在卧室里发出奇怪的哦的声音。我今天早上面试了一家公司，叫 Admir Asia， 还是叫 Admiracia， 我不知道。这家公司呢，是我5月出头的，现在已经是6月底了。2个月后才给我发了一封那个申请，就是面试的邮件。然后这家公司的网站，说实话，很符合一种没有跟上 trending 的中老年风格。它不是那么的。不知道这个公司，万一我要进了，我话不能说太难听 you know。然后我其实也没太在意了，我觉得这么久发一个面试就面一下呗，反正最近也没有什么面试。然后我其实也没太准备了，因为他们给的 job description 非常的简略，然后网站上没有太多讲述他们公司价值观的那些东西。所以我也没有，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，我就没太准备了。然后面试我的哥们儿是一个香港的老哥，这个老哥他跟我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找到我的邮箱在哪儿，但其实我 LinkedIn 上面我查了一下，我是跟着 resume 一起提交的，上面有我的邮箱跟电话。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一直坚持说没有拿到我的联系方式，只有我作品集。最后他人肉我搜到了，还是搜到了我的 email 地址。然后因为他说他挺想跟我聊聊的，他也很好奇我是个怎么样的人。因为我 LinkedIn 上放的这张照片就是我 YouTube 头像这张照片，是我在 Red A 巴尔的摩我们学校附近的 Red A 拍的照片，是个正面照。然后小哥挺会拍的吧，拍挺好看，这是我最好看的一张照片，所以我把它放 LinkedIn 上面了。然后老哥说看我照片上一脸严肃的，就这个照片他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就不像其他专业的那个 LinkedIn 照片，着装很正，然后一脸职业微笑，我这个没有。然后对，他就跟我梳理这个事儿。然后他又提了一嘴，他说你知道这个岗位有多少个人申请吗？我说100多个吧，他说没有，他说上千人。What the fuck？ 我真的不知道北美这个工作市场是怎么了，还是说一直都这么竞争激烈呢？我也挺感慨自己能从1000多人中脱颖而出。因为在聊天中他又问我说，他说你为什么要学 3D 跟 motion？ Well， 我作为一个申请人，我首先希望更多的技能能让我拥有更多的就是机会吧。但其实我学了之后，我也挺喜欢 3D， 就是 C4D 的 3D art 和 motion 的，所以对我来说也算是爱好的一种延伸。反正今天就是聊了挺久的，快1个小时吧。然后他给我大概布置的一个 design test， 就是我感觉这份工作需要我做很多的 PPT， 然后我设计 PPT， 设计一个就是关于我介绍一下我自己，介绍一下我的 skill set， 然后说为什么想来他们公司，然后为什么要录用我。我就今天就花了2个多小时吧，2-3个小时做了这么一个 PPT。这家公司让我有点纠结的地方是，它在 Glassdoor 上评分只有2.6分，我的上一家公司有3.3分。我上一家公司我觉得 it's pretty nice， 是因为我的 art director 特别 nice，Cat 真的把我们招得特别好，我们都很喜欢 Cat。我跟我同事没有同时离职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希望 Cat 要同时招2个人，压力太大，要不然他手里都没人了。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Cat 其实也想离职，就是我们 art director 带2个 designer， 我们3个人都想走，但是3个人都拖着还没走，直到公司把我跟 Cat 给那个
裁员了啊。然后对啊，这个3.3分公司因为 Cat 缘故我待着还行，然后这个2.6分的公司让我有点悬。它还有一个地方稍稍有点踩我的一点，就是我给自己定下一个 rule， 就是我绝对不会进华人的公司，但这个公司创始人是个华人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特别那种东亚 toxic 的东西会不会在。我现在就还挺纠结的，就虽然还有一个2轮面试了，但是我要 see。我很感谢这个老哥对我的赏识，从1000人中把我选出来，还人肉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我看出来他的执着。但我希望这是一份可以让我待着不那么难受的公司。然后在查到他们家只有2.6评分之后，我心情有点 down， 但是我又开始继续做我的那个 freelance 的 motion 设计了，因为明天我要去我朋友家帮他拍甜品的照片，然后做海报。就明天一整天没有了，然后我就是只有周5、周62天的时间要做完前几秒的动画和画完所有的那个 still frame， 就时间相对比较紧了。周日我要找我朋友去法拉盛玩，所以我今年虽然 down， 但是我还是坐下来开始做 motion， 做着我又开心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我的进步很大，在于我现在就是慢慢跟着那个 tutorial， 就是我2台设备，我前面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显示屏，然后我就用它播放 tutorial， 然后我跟着我底下是我的笔记本，我就跟上下就是2台屏幕就跟着做嘛，上面播 tutorial， 下面是我的电脑，我的桌面是这么设计的。因为 C4D 跟 After Effects 的那个菜单都特别密，就是屏幕稍稍小一点我都看不清这个 tutorial 那个鼠标点哪儿去了。我发现之前我跟 tutorial 学东西的时候，我会特别的焦虑，但是今天我特别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 chill， 就是我真的是一路特别 chill 的跟完第一个 tour， 然后开始做第2个 tour， 第2个是一个要在 After Effects 里面抠 3D 的 tour，它需要我用一个 R25 的 C4D， 我没装。然后我看他在哪里调出 C4D render 这个选项之后，我也试着调了一下，因为我现在电脑里有个 R21， 结果不行，我电脑卡了，它蹦出来一个窗户说你必须要装 R25， 然后我就去装了个 R25 and it works。我没有想它居然可以真的就可以用了 and it works， 我好开心。就是今天晚上跟着学跟做 motion 的这个事情还挺顺的，而且我的状态也特别的冷静，就是没有再像之前焦虑的要把所有的指甲都砍掉那种。我觉得哇，进步真的蛮大的。然后一扫我看到这家公司只有2.6评分的阴霾，天啊，2.6是有多 toxic， 这真的是。然后 OK， 然后还有什么？看看啊，应该就这些事情想要分享了吧。哎呀，我真的很欣慰，我可以这么冷静的学习 C4D 和 AE， 并且没有特别的焦虑。就是我在想说，我对于平面设计的焦虑是不是也有点因为我夸大了创作的难度？就或许这个就是那个 top bar 是我心里自己建起来，但其实它没有那么高，我其实没有必要那么焦虑。就今天即便是做那个 PPT 的设计，我还是大概等到自己状态好一点之后，我才开始再继续做平面设计。Maybe that's not necessary。就像今天跟的 tutorial 学 After Effects 做动画很 chill 一样，曾经是焦虑的，现在是 chill 的。做平面设计曾经是焦虑的，现在也是焦虑的。可能或许现在不需要焦虑呢，我可以心态平和的开始做呢。我觉得这个也值得探索一下。OK， 今天我就分享这么多，谢谢大家，See you guys。